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星，我现在在四川成都的郫都区。这个郫都区呢，以前叫郫县。这郫县啊，你肯定听过。啥？你没听过郫县？你是这样，你现在进你家厨房，在这个灶台上有一罐酱，这个酱呢通常是红色的盖儿，你看一下，上面就写着郫县豆瓣酱啊，就这个郫县啊，你找了没这个酱？你仔细找啊，仔细找了也没有。哎呀，看你这人啊，连郫县豆瓣酱都没有的人，竟然敢看美食节目！你现在赶紧下楼买上一罐，你会发现啊，拿这个酱炒菜，你不管怎么炒，你都掌握了川菜之魂啊！这不是我说的，这写着呢，看川菜之魂。这个川菜之魂的秘密在哪儿呢？就在这儿，哇，就在这些缸里啊！这缸里头全都是郫县豆瓣酱，站在这儿飘香四溢，全是豆豉味、豆酱味。师傅，你像这一缸酱在这要放几年？要放多久？这一缸酱在这儿？多久？啊，都可以卖的，也是保养都可以卖。啊，几年都可以是吧？哦，哇，它在这一拌啊，这个香味特别浓。哦，有的都干了，要把它翻一下。为啥说这个豆瓣酱是川菜之魂呢？就是咱经常吃的很多川菜啊，都离不开它调味。比如说这个回锅肉啊，这鱼香肉丝，还有麻婆豆腐，甚至啊是串串，还有火锅，你炒料的时候都得需要这个底味儿。那这个豆瓣酱是谁发明的嘞？哎，他可不是四川人啊，他是明末清初的时候，这个湖广填四川，然后有一个福建人，他是客家人，然后千里迢迢赶往四川这里移民，在路上他带了一些胡豆，这个胡豆就是咱北方地区说的这个蚕豆，然后因为受潮发霉了，这个豆子啊就烂掉了，就闻起来可能不太好闻，但是他又舍不得扔，那到了四川之后啊，他就把它摊开来晾，然后加了一些盐啊、辣椒进去，这么一拌啊，他一尝，哎，突然发现这个味道很奇妙，很棒啊！那从此以后啊，这个豆瓣酱的这个雏形就有了啊，叫辣子豆瓣啊。再发展下来，这个工艺啊又精进了，就是在豆子发酵的时候，它会加一些面粉进去。为啥？就是因为这个豆子一发酵，再加了辣椒，就会出很多水。那加这个面就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。再然后啊，发展到现在，就有了很多厂家、很多品牌的豆瓣酱。但不管啥牌子的豆瓣酱啊，你做川菜都离不开它。你看那个墙上印的这个工艺啊，翻晒录，就这个酱在缸里头啊，要不停的翻，还要晒，还要录，啊，这些缸也是有讲究的，它分1年、2年、3年，就跟这个酿酒一样的，这个时间越长越值钱。比如说这个8年的就比5年的贵。哎呀，这味儿太香了！我就在想，这么多这个酱，这么多缸，那炒多少回锅肉？我现在来到这个地方是郫县的安德镇，这个安德小镇啊，自古就是川西平原的汉码头。你看周围这个环境啊，这应该是个啥村子？那我来这儿干啥呢？吃火锅。好家伙，这个社区火锅已经吃不下我了，来这村子里头找老店。你看这儿是个停车场，就这家店的，应该生意挺好，店就在前头。这梧桐树挺漂亮。这个店规模挺大，这两边都能坐很多桌子。你看，2005年四川火锅节1等奖，我往这一站就闻见这种老油的味道，非常的香。坐这儿，吃个鸳鸯锅吧。好，鸳鸯锅，哎，这个辣度要辣一点。你们几位？两位吧。鸳鸯锅点个中辣吧。特辣就算了啊，这一来到成都啊，这有定位。你看这刘大夫成天给我打电话说你悠着点啊。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啊，他这个菜啊是自助的，咱刚好用这个清汤可以涮菜。我看看他这有啥自助的菜啊，咱过来再点。哦，4块钱一个人，这随便吃是吧？哎呦，这性价比这么高。这个雪怎么卖的？这个也是蔬菜。哦，这也算素菜。自己端。哎呀，
这店长太厉害了！你4块钱你不感觉不用点菜了，是不是吃饱了都？你这个来，这里选毛肚，这里面看着点。鲜毛肚在这儿，行。哦，你看。鲜毛肚在哪儿？有沤肠，还有鲜毛肚哈。哦，这是哦。这个是也是称斤的还是？这是称斤的，一碗是半斤，提前称好了，因为要加冰。你给我来2碗，来1斤。来1斤嘛，好，来我写上这儿吧。哦，这也是论斤卖的。哦，这是鲜货火锅。鲜货哈。我上这儿选的哈，老冰正极的哈。哦，鹅肠也是鲜的。这些是没有一点高科技的哈。哦，纯鲜货。你们家主打就是纯鲜货。主打就是纯鲜货。这个给我来半斤。这个半斤嘛哈。好。来这个鸭舌吧，来个半斤。半斤鸭舌，这涮麻辣的肯定好吃。天花板也是选的哈。天花板。根菌拔的都是。哦，这是天花板。哦。那天堂啊。给我来个半斤。哦。猪天堂，猪的上颚上牙龈。这是黄喉。这边是发货哈，这边都是。这是发货了。这个牛黄耳它就是我们屠宰场的话自己煮的，这个是颜色不好看哈，因为它这个是没有。那给我来半斤这个，我看挺好的。没有漂白剂的哈，颜色好的，这个都是没得高科技的。鳝鱼在哪来？鳝鱼还这个鳝鱼。这鳝鱼。给我来1斤鳝鱼吧，鳝鱼是土鳝鱼吗？土鳝鱼啊。土鳝鱼，行，给我来1斤。是半斤嘛，这分量比较。没，我能涮，能涮。1斤吗？来1斤土鳝鱼，那就差不多了。好的。素菜这边就是素菜4块钱随便吃。4块钱一个人。一定要再给个镜头看一下这个素菜。4块钱随便吃，这么多，还有粉儿，关键是有血。血这些都是哈。哇，太实惠了你。血是那个哈，是猪血纯，没有一点高科技哈。这一碗是半斤，刚好1斤，质感看着特别厚实。对。麻辣牛肉，这个是用辣椒腌的。对。什么天子？这鳝鱼新鲜。这个鳝鱼一般下的那个锅里要煮多久最好？5分钟。啊，5分钟。这个要多煮一会儿是吧？拿菜啊！你看这个蘑菇特别新鲜，大块的。这个是啥？折耳根的叶子啊，折耳根叶子，你看多新鲜。还有这个笋，还有笋。我可以切一下。这个笋可以切是吧？好，放这儿。这个就是可以涮清汤了。那不要了。好，还有这个好，这个是竹笋。你看这四川人讲究极致的口感，那叶子尖都不吃。你看，海带梗，这还有粉儿，这还有土豆片，这土豆片绝对好吃，这可以涮麻辣的。这还有豆芽，豆芽不能忘了。还有这个新鲜的血啊，拿俩，我就爱吃这个血。只要你脸皮够厚，这4块钱啊，你随便吃，啥菜不用点。不行，太夸张了，是吧？好嘞，你端吧。没事，我自己端也可以。好，谢谢。这还有小泡菜，还有这个菜稀饭，青菜稀饭，这都一会儿再说啊。还免费。咱们自家的。吃不够。选点啥饮料？唯一，大唯一。你们这人吃火锅就爱用唯一。加不加热？啥？不，就2位。不加热。常温的。冰的，冻的。冻的。冻的。我有没冻的。没有冻的，常温的。没有，那就拿个常温的，大的唯一啊。对。好嘞。这个调料端在上面去放其他调料和
有蒜啊，啊，有蒜那些单独放。芹菜、香菜、好葱花 OK，还有小米椒，那就在这儿。行，好嘞，知道了。洗完了，就那儿头的，煮的时候。你看这些香油打的一碟一碟的，蘸在这儿非常非常浓的这种，就是乡村老式香油这个味儿。你看人家虽然是乡村小店儿，整的还挺专业，啥都有。这香油是管够的，你这还有香油呢，你看。再来点。来点葱花、香菜、蒜就可以了，因为它这个香油本身味道就很好。一定要多来点蒜。蒜一放，这香油嫌少了，再来勺子香油。好，这还有干碟儿。哇，这干碟地道，里边还有这种花生，还有这种花生的大颗粒，这地道地道。先下哪个菜啊？冷锅下血，先把这个血倒进去。哇，这个鲜血，这个血是最吸味儿的。哇，好新鲜。2碗全下。你看这个血的质感，哇，咚咚咚，好嫩。开火。好，来到成都啊，一定要吃清油火锅。这牛油的是人家重庆的系列，这种老店这种清油也很香。哇，这个味道，而且啊，一定要看底下有这个小的煤气罐，电磁炉的那不正经啊，不地道，火才能煮出来好的味道。好大点。吃这个清油火锅啊，下菜也有顺序啊，先吃肉类，然后再吃豆制品，然后再吃蔬菜，这样味道最好，而且还不糊锅。咕嘟咕嘟，这个锅就开了，你看这个颜色黑黑的，太地道了。这时候啊，尝点这个鲜毛肚，哇，大片的毛肚。往里头这么一涮，这毛肚啊就是10来秒就行了。新鲜的毛肚7上8下，每次涮毛肚都要尝这个。先尝个原味的啊，不蘸料碗。这个红油，很呛这个味道。哇，可以，口感非常脆，然后这个锅底啊。味道非常的冲，一进嘴就是麻味辣味，滋儿一下就来了。那不像有些锅底啊，它这个味道是慢慢的出来，它这个是一吃就哇，口腔里就爆炸了。哇，好麻好辣。如何检验这个锅底的味道？就啥都不蘸，来一片毛肚这么一吃，好吃好吃，有味儿。把这个蒜泥给它搅开。这底下有很多花生碎，就本身这个店家就给你放的香。我来之前我以为啊，他家就是水火锅那种味道，比较淡，因为清油的嘛。但是我一吃啊，哎，可以。这2年这个成都也流行这个水火锅。最近啊，我一直在成都找这种好吃的清油火锅，因为这才是传统。我发现在市区啊，你找这个清油火锅就比较费劲。那现在可能年轻人更偏爱这种重口味的牛油类型。这清油火锅很多都是一些大的连锁店，就是那些以前的老牌子。那这家店呢，就是乡村小店地道。为啥要放这么多蒜呢？就因为啊，我就爱吃蒜，咱就把这个蒜放在上面，夹着蒜吃。有了亲命，太好吃了！哇，这香油特别香。哎呀，好吃好吃好吃！这个血浮起来就好了，捞血。直接进这个碗儿，你看这个大罩里尽显地道，这才是乡村的感觉啊！这才叫鲜血，你看见没？这气孔气泡，滑嫩的血旺。这时候来这个干碟，哇，好吃！它这个料碟口味也很重，关键是里面还有花生。然后这个血啊，特别的吸味道。为啥说这个血好吃？我还是想说，这么好的血，这4块钱随便吃，妈呀，爱吃血的一定要来这儿。
别看这离成都远，是开车过来，这油钱我跟你说都划算。再滚个香油，哇！这川渝人民啊，太幸福了。家门口啊都有好吃的火锅，都有好吃的串串。现在各种菜都可以卤上了，先给它都来一点啊。这个天梯，新鲜鸭舌，卤鸭舌，牛黄喉。最关键的就他家这个招牌，就这个鳝鱼，黏黏的这个。特别新鲜，这些菜啊，就煮的时间长一点，越煮越入味儿。哎呦，鸭肠，这个鸭肠啊，看着质感特别棒，很厚实。开大火，我吃火锅啊，现在已经炉火纯青了，对这个火力控制啊，特别的地道，根本不需要这巡视的娘娘组。一般的火锅店，这娘娘一看，哎，你这火大了，调小点；火小了，调大点。咱这随机应变，自己就调了。好吃的都顾不过来。不能把这个清汤的忘了啊，烫点折耳根这个叶子。再来点豆芽，还有这个笋。这就是有清汤的好处啊，可以吃绿菜。啥？你说拿这个红锅也能涮绿菜？那你绝对是个狼人，我跟你说。那不行啊，这里刘大夫专门叮嘱了，说咱不是不能涮，咱以前也涮过。哇，这些肉都好了，宽鸭肠，哇，鸭肠似裤带。裤带鸭肠，还给它起名字。看这个厚实的黄喉，哇，看这个颜值啊，都香。转一个圈，洗个澡。哇，多来点蒜。尝尝这个招牌鳝鱼到底如何？你看这些菜啊，就很奇怪，在火锅里头一涮，这么一煮，拿出来啊，看啥都好吃。鳝鱼又特别弹，而且鳝鱼这个食材啊也很吸味儿，煮火锅啊越吸味儿的食材越好吃。吃来吃去啊，我感觉就是血、鳝鱼、毛肚是最好吃的，这个毛肚全下，什么10来秒7上8下的，这跟不上我的节奏啊，半斤全下，吃的就是这个痛快。来这个村上就能实现毛肚自由了，很有味儿，这不是大家想象的这种啊清油锅啊，这个味儿很淡，这一块的下去。这个量才适合我。哇，这在里头转一转，看这感觉棒不棒？是不是非常馋人，非常治愈？看上面这个蒜，一定要多来蒜，不摆了，不摆了。哎，你好，给我来个蛋炒饭。好，再买好来个小份吧，蛋炒饭。好。
蛋炒饭来了啊！还给拿了一些小碗儿，我就拿这个盆吃就行了。吃这个蛋炒饭一定要配点这个小泡菜来吃，再配点啥呢？就是烂菜叶子，各种菜叶子，这折耳根叶、豆芽，来这个绿菜。这个一搭配就很清淡啊，不来点主食啊，你吃火锅根本吃不饱。你看它这个蛋炒饭里边有很多葱花，这个鸡蛋都是这种大坨的，看着好香。好吃。哇，这个小泡菜啊，又脆，口味又好，酸爽。我现在来到这个地方是郫都区的唐昌古镇，这个古镇啊有1000多年的历史啊，但是在四川众多的古镇里头，它算是比较冷门、比较小众的。那唐昌这2个字啊，取的是大唐昌盛这个寓意啊。咱来到这个唐昌古镇啊，就干3件事：一呢就是游古镇，2吃牛肉，3是买辣子，一件一件来啊。这唐昌人啊，特别的有意思。你会看到很多店铺风吹吹，这写的风吹吹是干啥的了？你看这边，就是吃火锅的。这吃火锅叫风吹吹啊，我是第一次听，有很多。这条街呢是小镇现在的街道，就是商业街，普通的商业街。然后拐过来呢，你看这就是大春巷，这就是以前老街道。它这个古镇啊和新镇在一块融合交错着呢。这个大春巷啊，因为以前的时候有一棵大春树，后来呢被雨水给冲倒了。虽然树倒了，但是这个巷的名字留了下来，叫大春巷。住在这里头的人啊，可不简单啊，都是公馆，然后大户人家才能住在这里头。咋个大家都有说话的，人家家一会也可以，随便啷个都可以。我说，讲得出来。摸摸2只神兽。你看，这是萧公馆，这现在都是历史建筑。这是赵公馆，这个赵保长以前啊是保长住的，唐昌古镇的保长，哎，这气派。别说以前是公馆了，现在看了更厉害。在我的身后，这就是古镇的文庙，里头供奉的是孔子。在这个文庙的门口呢，你看这有12生肖的石雕，我看这个石雕特别的精致，哇，很漂亮。这是龙，这还有兔，你看这个兔，哎呀，
可爱的很，小兔兔，这应该是以前的东西，真漂亮。你看这牛，这牛犄角，这一排12生肖。你看这猴猴，哎呦，这猴有意思啊！猛一看，还跟真的一样。那是羊，那有个猫，你看，这12生肖里头没猫，这一猫一听不行，没我可不行。你看这个小猫，咪咪咪咪，来凑数的啊，13生肖。水里头滚点跑。他不往这里。文庙一进来呢，有3座桥就在我的身后啊。这个桥呢叫做月宫桥，取的是月宫折桂这个寓意啊。相传啊，跨过这个桥你就学业有成啊。当地有句话这么说的，是桥上跨一跨，清华河北大。你别看这是小镇啊，到了每年这考试的时候，很多学生啊都来这儿，然后拜一拜。咱也过这个桥，清华河北大。哇，你看这文庙里头有棵树啊，这个树长得就很奇幻，跟这种奇幻片里头一样。这个树根，哎呀，这往这一坐，这个剧情是啥？就是往这一坐，然后睡着了。睡着之后呢，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了我的一生，然后我变成一个白胡子老头，然后突然之间我就醒了，醒了之后一看，哎，我怎么年轻了？哎，我还有一生，哎，太划算了，这下过2生。这个树听见就笑，树从上面看，大傻子。前面50米就是文庙，你过了文庙的月宫桥，拜了孔子像，考取了功名，这个时候啊，你就可以走50米来这儿了。这就是翰林院。这个唐昌古镇啊，是一镇6翰林啊，文化底蕴非常深厚啊。这儿考取了6位翰林。好家伙，你看这门槛多高！咱有一句话，俗话说，这个门槛太高了，啥意思？就是这个意思，就一般人啊，你还真进不来。这个嘛，非常好。赵飞翔在这儿站起这边去了，现在这条路往这边走。站起。咱这牛肉有名是吧？哎，这是他们家的，对。哎，牛肉没看到。鸭子、牛肉、肥肠。是鸭子。主要是。没见有火锅啥的。哎，这电火锅。豆花肥肠家乐，唐城镇美食地图。唐城，火锅。马老幺牛肉啊，看它这个门头啊是新的，感觉像个新店，其实是老店。怎么点的？2位。你想点啥子？啊，那不来个清汤牛肉，我跟你说吧。蒸烧炖拌炒都有。蒸烧炖拌炒，来个啊，看着菜单啊。来个清汤牛肉。
小份儿清汤牛肉。小份清汤牛肉，再来个炒牛杂。炒牛杂来一个，好对。再来一个笋子牛肉。笋子牛肉。拿过来你。我讲。开吃啊！简单吃个全牛宴，笋子牛肉，这个是炒牛杂，这是凉拌的这个肺片儿，还有2个蘸汁，一红一青，这俩蘸汁干啥的了？你看这儿啊，清汤牛肉，你看这牛肉一片一片的，蘸这个牛肉吃。这还不算完，这里头汤够多的了啊，不用你加汤，单独还有1碗汤可以喝，里边有葱花、香菜、牛肉汤、牛骨汤。哇，清甜，这个牛肉汤味是清甜的。它这个清汤牛肉很有意思，你看这牛肉是切成这样的薄薄的片儿，这个刀工啊真了得。这颜值啊看起来像酱牛肉。这汤是吧？哎。咱也行走全国这么多年，头一回看加汤是这样加，它是个漏斗，上面有一个弹簧。这么一摁，漏斗底下，你拿个壶我也能理解。我一会儿再看一下，就这么夹，哎呀，太有意思了。蘸个蘸料啊，先蘸个绿的，哇，这是青椒，哇，一股很冲的这种辣椒味儿，好吃。这是有鸡精、味精，很鲜，然后再淡淡的酱油味儿，还有这个青椒辣辣的。这个肉量我感觉啊，能做10碗兰州牛肉面。来点这个红的，多好吃！最馋这个笋子牛肉，这个笋啊一看就很脆，而且是切的这种大块。这就是烧菜，烧牛肉。烧、炒、拌、炖，啥都有。啊，这牛肉吃起来不塞牙，也很嫩，更入味了。还有笋子，超级脆，脆笋。你看这个个头挺大的，但是它口感非常的脆嫩，入口之后咬起来就是酥酥的感觉，又脆又酥，哗一下就化了。口感棒，关键是它这个炖的特别入味，然后锅里头一直咕嘟咕嘟咕嘟这样烧菜，也很咸啊，这当地也是重口味。这个菜啊，得盖米饭吃，哎，笋子红烧牛肉盖饭，你看人家这个饭啊，还是玉米饭，掺了一些玉米。还得是配饭吃，这好菜啊，就要配碳水。一吃米饭又另外一个感觉。爆炒牛杂，哇，这个牛杂看着更有食欲，有辣椒、葱段，这还有这种小的芹菜、牛肚、百叶肠，啥都有。哇，这一筷子夹起来，要亲命了，非常有锅气啊，这个菜。好吃，而且是有青花椒，麻麻的，尤其是这个青辣椒，加点这个辣椒，这个菜啊，太下饭了。
看起来好吃，那吃起来更棒。大葱段也能吃啊！哎，你就这可以算，哎呀。搭配这个汤舒服，吃米饭有点噎，有点干。北边一个，差不多啊。2个人的吧？小份的。它这个汤里头有一点这种中药味儿，这个更诱人。你看这红油，这上面还有蚕豆，就是胡豆，这很有意思啊！尝尝这个，哇，好酥好脆，好吃好吃。就怪味胡豆，吃起来里边有点甜甜的，好吃，又香又甜。关键是蘸上这个红油，我经常吃这种小零食啊，但是第一次啊蘸着四川的红油吃这个。这个菜就不用介绍了吧，这么一拌啊，你就看出来有多好吃了。你看它这些肉啥的，这些杂都很新鲜，处理的也很干净。这个菜就口感好，吃起来就弹弹的，里头还有生的洋葱，然后香菜，还有葱花、葱段儿，太香了。这种地道的美食啊，还真的来这种小镇上。汤嘛，加点嘛。好了，谢谢。可惜。哇，这个漏斗太有特色了。它这个是牛骨头熬的汤。哦，牛骨头汤。你觉得盐淡了点儿吗？哦，这还有盐是吧？看这是胡豆啊，人家家这个胡豆好吃，还专门可以卖，还单独的包装。你看里头这个油还没，油酥油酥的，吃饱喝足，连吃带拿。咱现在从这儿起身啊，到隔壁吃个罗烫肉。这刚进来的时候还开着门呢嘛？啊？他们在打扫卫生，打扫卫生呢？对。我刚进来的时候我看还开着呢。打扫卫生，他们家没开。哦，打扫卫生的。你看这弄的，刚吃的时候还开着呢，这会儿就关门了。那他家是卖拐子肉啊，拐子肉卤好以后，然后在这个碗里头烫着吃的，也是这儿的一绝啊。下回有机会再来吃吧。你别说这个罗汤肉没吃上，你看这一排全是餐饮的老店，而且啊这儿有唐昌八绝，那全是美食。你来这儿一顿饭啊，你肯定是吃不完。唐昌在以前的时候叫崇宁，它是个县。看，这有一个崇宁公园，在崇宁公园的正对面卖辣椒的啊。口碑相传，唐昌红辣椒。这辣椒咋卖的呢？都有啥？卖22斤。22一斤是吧？这都有价钱的，有辣有不辣。有辣有不辣的。哦，还有干碟啊、花椒面啊、孜然。哦，这么多选择。然后研究一下，二荆条是微辣，朝天椒是特辣。你喜欢吃辣的，你就加点辣嘛。哪一个卖的最好的？就看你自己口味。看自己口味来，是吧？那给我来个朝天椒的吧。朝天椒有点辣哦。没有那种就配在一块儿的那种。可以配在一块儿，它价钱是一样的嘛，可以配在一块儿。啊，对对，那二荆条加朝天椒，微辣加特辣，加出来就是中辣，是不是？你想称个好多钱的？来就来22一斤是吧？一斤哈。称一斤，好。这里一样一半给你打起。好。哦，在这儿呢，都是炸好的。没，都是分开的哈，都是种好的，然后打在一起。这个朝天椒。哦，我就看这个，感觉颜色就感觉辣。哎呦。回家做菜泼油辣椒都可以。拌菜啊，吃面条啊，吃面拌鸡肉啊，这些啥的都可以。这一下就融合了啊！给你合匀嘛，面吃到就是麻的。
和得匀匀的。但是你看到匀匀净净的，免得哈你吃了高到定是辣的，底下来又不辣。再给我来个花椒面，10元1两，来上1两吧。哎，我这是那一天啊，干碟再给我来点。干碟来个10块。吃烤肉啊，吃点火锅啊那些都可以哈。干碟来个10块钱的。好。吃麻辣烫、火锅、烧烤、吃烤肉这些都巴适哈。1块钱。来个姐姐，弄过去点。清油、纯菜油，你看的，炒过的。